姜文说的太对了，赵丽颖与冯绍峰的结局其实早就已经注定了。在9月期间，有关赵丽颖和冯绍峰复合的消息不断传播。有香港媒体报道称，据消息透露，赵丽颖据说已经怀上了第2个孩子。为了表达对她的贡献的赞赏，冯绍峰的母亲还送给了他一件家族传承的珠宝。然而，尽管已经过去这么久，但没有任何当事人站出来承认。狗子予以否认，表示两人并未复婚，他们仍然要为孩子负责，尽管他们已经离婚了。为了照顾孩子，再次合体是一种常见的做法。走到目前这个阶段，实际上完全符合预料。回顾两人之间的点滴时，我突然意识到姜文说的一点也没有错。01，迅速地完成生命中的重要事件。作为85花中的翘楚明星，赵丽颖的婚姻问题无疑将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他们的婚姻却在公众面前保持着低调。她没有像杨颖、杨幂等人那样充满甜蜜地公布恋情，她并没有以像杨颖、杨幂等人那样甜蜜的方式公开宣布她的恋情。与杨颖、杨幂等人不同，她没有用甜蜜的方式公开宣布自己的恋情。她并没有像杨颖、杨幂等人一样洋溢着甜蜜的氛围公开她的恋情。不像杨颖、杨幂等人那样甜蜜地公布恋情，她选择了不同的方式。在经过预热的阶段后，以一种更加引人注目的方式举行婚礼。因为她和冯绍峰在拍戏期间产生了感情，所以他们决定直接领证结婚。他们甚至没有举行过一场婚礼。在此之前，几乎没有传出过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绯闻。如此之低的程度，以至于连狗子都容易忽视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众感到惊讶，无法及时做出反应。在《西游记》女儿国的宣传活动中，如果没有网友们展开精细入微的分析，据传闻，虽然郭富城谈及了两人之间的绯闻，但世上有很多人对此毫不知情。他们宣布了婚讯，正好是在赵丽颖的2018年生日那天。儿子在次年降生了，让人深思。他们在宁静的2021年春季宣布了他们的婚姻结束。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，我经历了结婚、生育子女，并最终结束了婚姻关系，这是我人生中重大事件的完美收官。媒体尚未得知两人已经离婚的消息，而粉丝们也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他们的甜蜜时刻。冯绍峰对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感到困惑。赵丽颖和她的婚姻动机究竟是真爱还是仅仅为了结婚？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。他们以相当克制的态度结束了这段持续2年多的婚姻关系，并没有引起太大风波。他们共同声称，由于工作繁忙导致彼此相聚的时间减少，从而导致感情变淡。冯绍峰在婚姻中展现了敏感多愁的一面，以及对失去过于在意的心态。尽管赵丽颖的外貌甜美可爱，然而她所展现的思维却异常理智。为了事业，是否忽视了家庭和孩子的关怀？不久离婚后，赵丽颖全心投入到了工作中。无论是参演综艺节目还是拍摄电视剧，她都能应对自如。为什么自己会选择把儿子交给冯绍峰照顾？当被问及此事时，赵丽颖对此做出了非常现实的回应。她的财务状况远胜于我，她的经济情况比我好得多。相较于我，她的经济状况更为优越。我的经济状况不如她，与我相比，她的经济条件更加优越。作为娱乐圈里众所周知的不畏艰辛之女，赵丽颖自然积攒了一大笔可观的财富。她在仅2016年就参演了9部电视剧和电影。老九门青云志和胭脂在当时非常受欢迎，深受观众喜爱。尽管如此，她仍然坚定地认为应该给予孩子更好的。
他对孩子的深厚情感在这一点上也显而易见。然而，这种方法似乎过于武断。冯绍峰透露了赵丽颖在工作中的一种特殊倾向，他表示她展现出了极度专注和认真的态度。拍摄的氛围似乎渗透到了整个世界，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拍摄的热情所包围。在拍摄的气氛下，整个世界仿佛沉浸其中，仿佛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拍摄的激情。拍摄的融入感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活力四溢。因为工作过于繁忙，他们决定结束婚姻。此外，由于时间安排紧张，他们也无法给孩子充足的关注。他是否真的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，会为了金钱而不顾家庭呢？他的野心从来没有被赵丽颖掩饰过。常常有人说，只有当一个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才会遭受到许多负面评论。然而，赵丽颖似乎生来就带着一种容易引发争议的特质，自从她出道以来，一直备受批评。我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也可以因为希望受到他人的羡慕而努力。她迫切地渴望踏上巅峰，可能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动机而不懈努力。娱乐圈的本质是什么呢？王岳伦还提及了他13岁的女儿王诗龄对此事的了解。在这种环境中，个体没有任何保障和支持，要想生存下去确实非常艰难。02的背后展现了美丽的风光视角。作为上海的贵公子之一，冯绍峰是赵丽颖的前夫。我父母是享有盛名的国内企业家，他们的纺织业务在全国的2、3线城市广泛分布。除了他，家中再没有其他孩子。他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，从未为物质生活所困扰。他的加入娱乐圈主要源于对其充满趣味之感。相反的是，赵丽颖则出生在一个名为河北廊坊的小乡村。她是家庭里排行最大的孩子，父母寄予了她巨大的期望，期望她能不断积累丰厚的财富，为家族赢得荣耀。很可惜，赵丽颖在学业方面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。尽管我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最终只能够达到中专水平。她对成为一名空姐充满了渴望，因为她梦想着展现自己清丽可爱的外貌。然而，由于家庭条件的不足，这个愿望最终无法实现。然而，这种情况似乎实现了付出总有回报的理论。在北漂追求梦想的人中，赵丽颖脱颖而出，得到了冯小刚的赏识，并通过参加雅虎搜星节目踏入了演艺圈。然而，她的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冯绍峰已经在多部剧集中担任主要角色，在剧场中，赵丽颖仍然扮演着龙套角色，她的出场镜头并不多，饰演的是地位较低的小丫鬟。晴格格在《新还珠格格》中出现后才成功留下观众的印象，她是一个圆脸女孩。《陆贞传奇》的热播成为了赵丽颖真正走红的机遇。她还懂得如何抓紧每一个机会，以不间断的工作进一步利用热潮，不断接拍戏剧作品，几乎每年都保持持续不断的工作状态。在遇到很多任务时，她不仅能应付自如，而且在面对压力时表现出极强的坚韧性。尽管其他许多年轻女演员仍然依赖于外貌来推销自己，但她却通过出色的表演技巧，成功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心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并不仅仅是声誉和财富，还伴随着诋毁和攻击的到来。人们会责备你连喝口水都没有教养。冯小刚看中了赵丽颖，然而在与冯小刚合作的期间，赵丽颖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这段时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决定与海润影视资源签约，这一决定让她的事业逐渐迈上了成功的道路。在赵丽颖事业蓬勃发展之际，媒体一直对她是否利用自己的美貌来获得成功提出质疑，并指责她违背了诚信原则。还有传闻称冯小刚对她进行了封杀。然而，在当时，
赵丽颖对冯小刚来说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无足轻重的演员。由于缺乏合作，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争议，仅仅产生了一些分歧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之间还没有公开的分歧。赵丽颖在节目中还向对方表达了感激之情。据传闻，有人称赞赵丽颖在拍摄《新还珠》时与高子淇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关系。网友广泛解读了他们分开后对方的一条博文，他被看作是一位在达到巅峰后毫不犹豫地抛弃过去情感的人，为了追寻更广阔的机遇。然而，高子淇意识到自己与赵丽颖无法相提并论，因此很快就会开始寻找与自己匹配的伴侣。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，展示了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境，最终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明星。不过，也受到了其他人的羡慕嫉妒，尤其是在娱乐圈中，嘲笑不可避免地降临在赵丽颖身上。即便是她在节目中只是喝了一口瓶装水，人们指责她的行为粗俗，认为她缺乏教养。面对舆论的压力，赵丽颖曾不遗余力地努力摆脱那个被称为农村土妞的标签，迎合某些人对于形象的看法，其中包括庄重和优雅。在《向往的生活》这档综艺节目中，她罕见地戴上手套参与农活，尤其是掰玉米时。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她再次遭受嘲笑和指责，因为她被指责忘记了最初的原则，夸大其词，毫无理由的贬损。赵丽颖以她的蜕变之姿，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嫉妒和愤怒。她与男星合作时一些微小的细节也被夸大了。在《蜀山传记·剑侠传奇》的拍摄过程中，赵丽颖曾与刘诗诗的丈夫吴奇隆合作。有关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外界曾经进行了大量猜测。赵丽颖在现场会上曾称呼吴奇隆为爸爸，这是她的说法。这句话被许多网友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。他们实际上在合作过程中的相处非常和谐。吴奇隆在这部剧中饰演了赵丽颖扮演的角色玉无心的父亲，正好恰到好处。赵丽颖每当自己需要帮助时，都戏称自己为这个称号。这些充满活力、短暂而轻快的游戏一直是这个姑娘的伴随。然而，毋庸置疑，赵丽颖的前任经纪人贺如受到了最大的影响。贺如曾经泄露赵丽颖曾接受整容手术，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对她的感激之情的背叛，而且她的道德品质也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。她曾以出色的爬升能力被赞誉为底层攀登专家，并荣获了朝阳区的 V 姐称号，充分展现了她擅长伪装技巧的才华。当网友需要验证信息时，卓伟似乎支持了贺如的说法所得到的答案。当我们评价一个人时，确实不应该过问他的背景，就像他所强调的那样。曾有导演公开表态，决定选用赵丽颖来扮演《花千骨》的女主角。他对人物的理解深深打动了他，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表示，赵丽颖的角色是凭借她自己的努力得到的。显然，这种声称明显存在漏洞，相信与喜欢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赵丽颖因其努力和真诚而受到了许多行业内人士的高度称赞，其中包括像于正这样的人。因为他直言不讳且言辞尖锐，所以他在社交圈中变得越来越孤立。也许是因为冯绍峰的热情和积极主动吸引了他。然而，冯绍峰似乎对其他人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热情。偶尔，人们也会展现出一些妈宝的特质，散发着一种孩子般的纯真气息。在赵丽颖35岁时，她通过《风吹半夏》成功迈向了转型之路。她已经45岁了，却依然在《灼灼风流》中饰演一个只有26岁的公子哥，并且与景甜在剧中展开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。那个油腻的外观引发了众人的吐槽。经过2年的时间，他们离婚后的差异变得更加显著。在冯绍峰结婚之前，他一直被各种传闻所困扰。
虽然存在着许多可能情况，公司很有可能是为了新剧的宣传效果而进行炒作。他与女星的互动异常亲密，令人思绪万千。我和杨幂在拍摄电视剧《宫》的过程中，饰演了一对情侣，他们的绯闻也在现实中广为流传。为了厘清这个问题，杨幂特意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份辟谣声明。杨幂被冯绍峰突然询问他们是否可能真的陷入了爱情，或许仅仅是冯绍峰开的一个玩笑。在信任的问题上，赵丽颖曾经历过被人背叛的痛苦，这让她对信任产生了危机感。她虽然对对方怀有深深的爱意，但是一旦感到缺乏安全感，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终结这段关系。从小起，冯绍峰便养成了听从母亲意见的习惯，甚至在上节目时也会紧紧握住妈妈的胳膊。在他小时候，他被母亲当作女孩般照顾着，但长大后，母亲严厉地告诫他不要过早谈恋爱。冯绍峰对于母亲的意愿非常顺从，因为嫁给一个妈宝男，女方经常会在某些事情上感到非常委屈。而通常情况下，男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。然而，男性往往未能认识到这个问题。姜文的电影中，他曾经谈及过女性被看作神明的观点。他对妻子周韵的珍视，无论是在戏中还是在戏外，都表现得极其明显。如今他们依然幸福地相互陪伴。或许是因为他们彼此没有足够珍视对方，所以冯绍峰和赵丽颖决定了分手。一个沉迷于工作的人，而另一个却无法给对方带来安全感。一个越来越敏感多疑的人，一个愈发追求自我强大的人，他们的结局早已被命中注定。